我们始终觉得，一场真正的旅行，首先是建立起对那个地方的滤镜，通过别人的攻略、风光大片和浪漫传说，在心中描摹一个朦胧而完美的想象，然后你就该亲自出发去打碎这门滤镜。真正的旅行从来都始于滤镜破碎之后。这一集，我们抛下了我们的车，从摩憨搭乘中老高铁，入境琅勃拉邦。全程都很丝滑，几乎没有在出国的感觉，直到出站开始寻找 mini bus 的那一刻。好在还是顺利上车，拿下副驾驶位。顺带说一句，琅勃拉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交通 ，mini bus 是他们唯一价格公开透明的交通方式，尤其是返程，记得提前预订。再往前不就快到夜市了？这样。小衣服。Go this way, go here, and then go straight here, and then. 我们在这里努力寻找着脑海中提前设想过的画面。好吧，这实在太符合我印象中的法式夏日了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找到一杯咖啡打发的悠闲下午，时髦的法式带阳台小楼，高性价比的美食。果条要39元，然后牛肉的果条要45元。那就15块钱。我给你。一个美美的拍照打卡地。精致而价格低廉的手工艺品。还放伞的 ，We are family, Tom and Jerry， 我就喜欢这种怪东西。洋人街上的热闹集市。咖啡还有蜂蜜。然而，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座小城的另外一面。
过这需要我和你慢慢道来。于是我们准备打破滤镜，深入琅勃拉邦。热烈庆祝琅勃拉邦省第8届青年代表大会召开。第一步，租一辆摩托车，成为真正的 local。有的时候也不能那么酷，因为要时刻关注导航。第二步，享受一家真正本地的餐厅。在这之前的早餐可以去买一根法棍三明治，记得这种街边的才是最好的。这是一家藏匿于深巷的餐厅，人很少，但是有足够地道也融合法式的东南亚美食，还有非常浓郁的奶昔。第三步，进入佛寺，感受真正的佛国气息。粽叶包着。琅勃拉邦到处都是寺庙，可以去最有名的香通寺，也可以随意进入一座寺庙，只要允许进入就行。生命之树吗？第四步是领略当地人的手工。Amazing！ 哎呦，我看这个角度好像一个游戏。老挝是一个几乎没有工业的国家，所以你能看到的几乎全部的工艺品都是他们一针一线、一笔一画制作出来的。纯手工一词对我们来说是一家标签，于他们却是赖以生存的手段。Everybody say I'm lazy. They all tell me get a job, you slug.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国家，漫步街头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同时看到两种景象：外国游客随处可见，他们安逸自在，享受着他们的好时光；而本地人大多是在这个旅游城市努力谋求着他们的生存。当我们通过南康河莫桥，似乎赶上了下班时间，与他们擦肩而过，他们的面孔写满了东亚式的焦虑与匆忙，和游客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在夜市还看到这样的一幕：一个本地小孩光着脚，拿着捡来的气球，他们一家来夜市边卖数量不多的芭蕉，而隔着几个摊位的夜市里面，游客小朋友们同样拿着气球跑着闹着。那一刻，我们感慨颇多。
或许孩子们都是快乐的，但是实话说，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。有无数这样的当地家庭正在努力地支撑着他们的生活。你会发现，他们可能贫穷，但是他们是友善的、有礼貌的，他们也有属于他们的乐观和积极。第5步是做美工河上的轮渡。上去了，不是主播，你怎么上去了，主播？纯手拉铁链的升降板，嘶吼的像咳嗽的发动机，清一色的本地面孔。这是一个被湄公河割裂的城市，这一侧是游客们用美金点一杯特调，准备欣赏湄公河落日；另一侧是1万老币一趟的渡轮，下班赶着回家的本地人，他们要回到湄公河对岸的村落，回到属于自己的小屋。我们的美景是他们的日常，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幸运。回程时天色暗了下来，其实我们真的很想看到日落，但是雨季的热带是难以捉摸的，厚厚的云层挡住了夕阳，但好在给我们留了一片晚霞。我还是很乐意将它称作湄公河日落。轮渡即将靠岸，岸边已经等了不少人，他们正在等着踏上沉默而日常的归家之路，而我们也准备下船了。我们还在顺澜沧江湄公河而下，这是一条贯穿文化与生命的河流，众多国家与民族在这里交汇，生活就在河水流淌中继续。持续关注我们，这将会是一段更加复合、多元、更加美丽而充满故事感的奇妙旅程。大半夜了，还要去找一个 YSP Mini Mart 的地方才能去那个高铁站。他们那儿可以预订小巴车拼车，然后现在我们又没有现金，我们又没有留那个来的时候那个 mini bus 的联系方式，只能在它关门之前去碰碰运气看看，然后预订一下明天的票。2 person. Yes.